坚守对环境友善，在屋顶装设太阳能板，来抵消生产塑胶链条所产生的二氧化碳。串粮使用跟婴儿奶嘴同等级的原料，把环保无毒放在第一位，是他们的核心价值。我们坚持用新的原料 ，PE 原料，无毒的色粉，还有一些添加剂、抗 UV 的什么什么，那个全部都要有检验报告。链条的应用层面很广，6到12厘米的可以做成安全防护或人群指引，还能当作仓储管理。它可以做仓储的一些分隔隔离的动作。无毒品质好，许多公家单位、美食卖场、乐园跟他们都有合作。澳洲还有餐厅把链条做成水晶灯，唐吉诃德还拿来布置塑胶植物，就连饭店、鸟园、小朋友的游乐园也都有特殊的应用。儿童乐园它还有做什么监狱逃脱，凤凰谷鸟园的话，它会去拿来防止鸟类飞出来，而原料就是来自于这些倒入搅拌机的白色塑胶粒，接着再加入这一包包色彩缤纷的色母，就成了墙面上这一些多达16种规格、30多种标准颜色的彩色链条，通过了德国 TÜV、欧洲安全玩具等70多项无毒认证。外销日本的链条更是超过1086公里，几乎绕了台湾一圈。日本市占率是60%，现在又更多家了。现在日本每3条就有2条是串梁制造，还有交通黑黄链条可以任意弯曲加长，比起传统的横杆更好收纳。日本人爱用串梁的产品，而这发明都跟核岛福灾安全防护有关。日本在这一方面用得淋漓尽致因为所有日本这个地震311核灾的时候，他们整个都要围起来，所以3个月两个货柜。如今以塑胶链条在全球闯出名号，日本、美国、欧洲、东南亚都可以看见串梁的产品，坚守台湾制造，品质保证，不打价格战。那样是基本的，咱品牌红肯定，咱就当做较侪代志。串梁生产的链条要经过测试，确保拉力强度与韧性，还要经过严格的日照耐黄变测试。未来是希望它能突破到那个5、6千小时。后来我有去塑胶中心上课了，他们那边有仪器，大概可以说，我大概300多个小时，可能等同于1年。这么耐用，也意味着大大降低消费者的购买率。如此一来，难道不怕没有利润？这一点其实我挣扎很久，然后后来是看到德国那个双人牌的刀子，他们有说为什么他们东西可以行销全世界，因为就是他们的品质好。我那时候才醒悟到，其实有时候你好的东西，消费者愿意接受，他愿意帮你去推广。年过80的李家锦创办人，年轻时是开凿阿里山铁路的工人，看过壮阔的大山大海，对这块土地十分热爱。你土地你若无好好甲保护，连咪都无当大。你我这伫山顶，我嘛是将住阮的园啊，拢经过甲种林景，规都种好普遍。现在有余力了，还要保护土地，一辈子贡献给塑胶产业，更为台湾工业环保尽了最大的心力。